父母若不狠心，很多教育都是无用的，再忙也要读一读。学会分离是为人父母者最深沉的爱。教育家莎拉30年前带3个孩子从上海搬到以色列时，一度认为爱孩子应该是事无巨细包办孩子的一切，把自己的生命、财富、地位、时间、精力全都交给孩子。可到以色列后，看他手忙脚乱做好饭，给3个大孩子一碗一碗装饭时，邻居实在看不惯，当众说了孩子们一顿。你们怎么能像客人一样看着妈妈忙忙活活，也不伸把手帮帮妈妈？怎么能一动不动等着妈妈来伺候你们？扭过头还训斥他这个当妈的，别以为生了孩子你就是母亲。天下父母没有不爱孩子的，但是爱孩子要有分寸、有原则、有方法。一番毫不留情面的训言，瞬间点醒了莎拉。原来什么事情都自己包揽，不让孩子做，不是爱，而是害。自此，莎拉改变了爱的方法，最后培养出2个出色的儿子，还写下了风靡全球的特别狠心，特别爱。在他看来，真正为子女幸福着想的父母，要狠下心，藏起一半的爱，必要时懂得撤退和放手。尤其是青春期，孩子长大懂事了，只有父母狠心，教育才能发挥出功效。偶然看到老戏骨张宏杰的采访，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。采访中，满头白发、年过70的他，一脸无所谓，甚至有点得意，讲述着自己3儿女轮流啃老的经历。退休后，他压根儿不知道自己每个月能领多少钱。老3还没结婚，退休金由老大、老2轮番领取，最后老3结婚了，就归他领。如今钱就成了孙子儿媳的。理由很简单，因为他们没工作没钱，得让他们花。这还不算什么，早些年他就掏钱帮家里所有晚辈买房买保险，确保他们50岁后都能领到钱，衣食无忧。别人说他孩子啃老，他坚决不同意，口口声声表示父母本身活的就是孩子。然而他的牺牲、付出和包办换来的却是老伴儿瘫痪卧病在床，全靠他一人拍戏赚钱治病，10几个晚辈没人帮他，反而对他虎视眈眈。看到这，不禁感慨，什么都帮孩子搞定，只会剥夺孩子关怀他人的能力，还扼杀他的责任心。没责任心的孩子，吃得再好，穿得再暖，心智长不大，永远扛不起属于自己的担子。父母能给孩子许多爱，但替代不了孩子长大。只有松手，给孩子为自己负责的机会，孩子才能意识到自己是家里的一份子，有些事情得自己承担。有次去邻居家，一进门就看到他那人高马大的儿子趴在阳台边上清洗防盗网。坦白说，真的很少见有青春期孩子愿意干这么累的活，可孩子没觉得什么，洗完就去厕所继续刷马桶。闲聊之下才得知，每个周末孩子们都要干家务活，不是清理厨房，就是洗厕所、扫阳台窗户。虽然家里有保姆，但邻居仍旧坚持这么安排，就是要孩子知道自己的家得自己来清扫。做家务活的同时，也在提醒孩子，没有谁能心安理得住在舒适温馨的家，想要收获就得学会付出。听完邻居的分享，再看看卖力的孩子，真想当场点赞。这样训练出来的孩子，以后不管去到哪里，一定比别人有更多的自信和担当。父母放手，孩子动手，这就叫成长。看过一个视频，里面中山大学女孩阿璇自嘲是985废物。
考上人人羡慕的大学，随大流报专业，结果一进去发现专业的内容太难，根本学不会，加上不感兴趣，到了大二更加心灰意冷，觉得自己就这样了，只好混下去。好不容易在话剧社团找回些成就感，萌发出想读艺术类的研究生，可跟妈妈讲完后，妈妈并不理解，几乎没有经过太多思考就直接否定掉，认为艺术只能算是爱好，不能当成职业。劈头盖脸一泼冷水，不知道又浇灭了他多少热情。现实中太多像他这样的孩子，12年寒窗苦读，好不容易凭借优异的成绩一脚迈进高等学府，以为人生从此被改写，成为人中龙凤。谁知道高手如云的大学里，自己渺小又迷茫，根本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。从小到大，他们习惯按部就班，怎么走怎么学，都是父母在规划指挥。结果离开父母，没有参谋，瞬间乱了方向，没了安全感，站在人生十字路口走不下去了。归根到底，他们的迷茫跟从小没有太多选择有关。让孩子有机会选择，他才会真正长大。还记得那个考上北大考古系的湖南女孩钟芳蓉吗？高考676分，湖南文科前10，这2个响当当的成就足以让她在北大挑一个最好的专业。可她执意报考考古学，不理会旁人的惋惜，坚定自己的选择。这背后是父母从小到大对她的尊重、支持，给她足够的底气，坚持这条看似没前途的路。比起其他同龄人，她无疑更有大智慧，选什么要什么由自己说了算。很多时候不可否认，父母对孩子未来那份寄予厚望的用心良苦，只是无论多想帮孩子做决定，都不可能一辈子是孩子的领导，只能是参谋军师。孩子的人生还是交给他自己负责，让他学会支配、选择和决定。唯有此，孩子才能遵从内心，以自己独特睿智的方式找寻到人生坐标，勇往直前。不妨回想一下那些年陪伴孩子成长的瞬间，可爱的宝贝刚开始学走路，做父母的是不是双手一直向前伸，想着随时接住孩子，不让他摔倒？孩子第一天进学校，是不是3番5次检查书包、鞋子、校服，确保不出任何差错？等他再大一点，提出要自己上学，父母是不是嘴里说同意，结果还是悄悄躲在后面跟着一路？孩子一天天长大，和父母的距离渐渐拉开，这本是自然规律，也是必然的阶段。如果总是把孩子当成儿时那么弱小、敏感，总是形影不离，成天围着他转，孩子会怎么样呢？吃什么、用什么都等着父母准备好，鸡蛋不会剥，鞋带不会系，遇事就喊爹哭娘。如此一来，又怎么期待孩子离开家后能独当一面、独立自主呢？刘墉在《创造自己》中写道，一个成熟的人，最基本的表现是他关心自己的前途，也创造自己的未来。他不再是什么都指望父母解决，而有了独立的能力。这让我想起了著名家庭教育指导师刘称莲和女儿的一段经历。女儿小学5年级参加夏令营时，要离开家12天。刚开始，她和丈夫每天都等女儿的电话，想知道女儿过得好不好。可到了第3天，女儿说自己每天事情很多，排队等着打电话的人也很多，就不天天打电话了。后来听很多父母讲，因为放心不下，特地驱车2小时去营地看孩子。孩子没见着，倒是父母自己哭了起来。听完后，刘称莲无比感慨，明明想锻炼孩子的自理能力，
结果反倒是父母不肯放手让孩子独立。到了女儿初一参加7天军训时，他压根儿不过问女儿的情况，没接到一个电话，心里依旧坦然轻松。事实上，女儿表现非常出色，自理能力也不错。初中3年，不是独自骑自行车上学，就是坐公车回家，完全不需要父母操心。孩子其实没大人想象的那么弱，只需要远远地站在背后，给他一个机会，他才能得到锻炼，获得真正独立的能力。父母的停住，远距离的守望，是给孩子感受一个独属于自己世界的最好的爱。其实，同为青春期孩子的妈妈，陪伴儿子这13年里，我无数次在反思。很多时候，许多家长知道自己要放手，不能太焦虑，多一些顺其自然，静等花开。可一看到孩子和自己意见不同，成绩下滑，极有可能上不了好的学校，就忍不住和他杠起来，结局往往是更加糟糕的两败俱伤。唯一有用的做法，还是得常常调整自己，把自己放低一点，学会平等看待孩子。他已经不再是那个整天屁颠儿屁颠儿跟在父母屁股后面的小宝宝，而是羽翼日渐丰满，随时会离开，迈向新旅程的小大人。小时候，父母可以给他的是强烈、炙热、亲密的爱。他长大了，能做的就是狠心、得体的退出，再不舍，也只能默默目送。这一份放手早已命中注定，唯有带着祝福，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，才能许诺他一个真正美好自由的未来。学会分离，是为人父母者最深沉的爱。好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内容来源网络，感谢收看。